今天呢，看了国内一位顶级律师的朋友圈，他透露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呀。即使是正部级的高官看了，那也得是害怕。现在习近平团队对于政敌的整肃是不留余地的。陈文清领导的政法委执行的策略，那就是千方百计往死刑上靠。那你说这些官员能不能想顶级律师给他辩护呢？现在不行了。你要真这么干，那他的兄弟姐妹整个家族啊都得挨收拾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16号。今天呢，我看了国内顶级律师陈有希先生他的朋友圈，他就吐槽一件事儿。从去年到现在，已经有3位大人物的家属找到他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陈有希在中国当今的律师界啊，至少能排名前5，至少胆子大。有些别人不敢接的案子，他能接。比如说，当年王立军、薄熙来大黑打时期啊，李庄律师就是他捞出来的。这种全国有影响力的案子，不光是法律知识的对决呢，那更是勇气呀。而陈有希律师这么多年一直是敢向当局硬碰硬。当然了，现在他可能是被限制出境了，但是他本身没问题，你总不能把他抓起来吧？今天啊，我们就跟你聊聊他这个朋友圈发的是什么。他说，自从去年到现在，有3位官员找到他，其中一位啊，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案子相关的人马，就是中航工业董事长，他叫做谭瑞松。谭瑞松啊，现在已经被判了死缓了。那我们就来聊聊，那你说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人马跟他啥关系啊？张又侠作为军委的人，负责花钱的，中航工业是负责收钱的。他向军方供应的是歼10、歼16这种隐身战斗机，再就是导弹雷达。老西能不恨吗？恨的结果就是千方百计往死刑上靠，也不允许这家属啊请律师，陈有希都不行。那我们再说说他提到的第2位大人物是哪儿呢？那就是公安部的副部长，他叫做刘跃进。他曾经在10年前啊就担任过公安部长的部长助理，后来升任副部长，兼任缉毒局的局长。这可是实力很强的副部长，当时是郭声琨提拔的。这位呢也判了一个死缓。你看，你不管是谁的人马，只要是被政法系统啊想往死里弄啊，那10000个理由都可以。那第3位他提到的是谁呢？也是一位政法系的大佬，那就是河南省的原副省长，后来担任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的，他叫刘满仓。这位呢也是判了一个死缓。这位刘满仓特别有意思，他就是现任公安部部长王晓红的老上级。你看，王晓红在河南担任省公安厅厅长的时候，政法委书记就是刘满仓，自己的老上级啊，一样也得送进去。谁让你是郭声琨提拔的人呢？刚才陈有希律师提到的3位大人物啊，都集中在中国的强力机关，一个是刀把子系统的缉毒局局长和省公安厅厅长，另外呢是军工系，就是中共所谓的吃军工呢，靠军工。他说，这些家属1年多中一直多次联系请我辩护，结果全是被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占位了，都是办案单位移送时起诉的，通过司法局和律师协会安排的律师，律师费都由官方出了。家属聘请的律师手续根本就不收，看守所根本就不让你会见。被告本人也全部由委托律师带出信儿来，不要努力了，不要请律师了，一切服从组织安排。他又提到了，今年一个西南地区在职被查的副省长家属找我，同样接到带出来的消息，算了，服从组织的安排，重大职务犯罪的自我辩护权和聘请律师辩护权，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剥夺了。
判决以后，绝大多数省部级干部基本上不上诉，侦查阶段都已经把定罪量刑、金额、刑期、追缴多少、立功情节都决定好了，法院是照例判决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不敢有任何的修改改变。所有的被告都被教育的服服帖帖，知道上诉也没有任何用，反而可能会给家人朋友带来更大的危险。所以我说，刑事诉讼法在现在的形势下修改，只能是倒退，而不会有任何的进步，还不如不改。发这个帖子啊，实际是对应另外一位同行，也是著名的刑辩律师之一的朱明勇。他提到，现在总结了刑辩律师的10条难度，都是非常大的。你说正部级的高官都这个待遇，那一般老百姓啊，那你就更没有说理的地方了。咱们看看他总结的现在律师刑辩遇到的几个坎是什么。第一个，他说最近接到几个高级别职务犯罪的案子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都说被要求必须认罪认罚，否则要抓老婆孩子兄弟姐妹。第二，开庭都说公开审理，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旁听。第三，实际判决结果都比量刑建议的要重。他特地写道，量刑建议都是检察院通过法律律师或者当面给予口头传达，不写文字文书。第四，提出上诉后，各路人马开始施压，要求撤回上诉。第五，一审判决律师基本上都的律师协会的会长和法律援助律师。第六，家属都看不到判决书，辩护律师也不给家属看。第七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所谓的巨额受贿数额都没有见过钱，就是一句话说，这些行贿者在那里，这有点像数字游戏，说让你受贿多少，你就是受贿多少。第八，二审想要抗争必须请的律师基本上都是天天讲课在网上的律师。第九，找到我之前基本上被各路骗子骗了一遍。第十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没钱付律师费了。这儿就是现在中国司法的现状。也就是讲，在老习的新时代指引下，现在的政法委书记是陈文清，他明年呢大概率是不可能留任了，因为老习对于政法刀把子不会让一个人干太久的。但他明年呢是67了，也有可能呢上到某个地方担任个副职，这对于前几任政法委书记已经算不错了。前几任干5年直接就退休了。那现在的政法委的口竞争者就成了现任安全部长陈一新，他有可能明年担任这个职务。至于具体是谁总之这种核心岗位都是各系人马争夺的对象。咱们作为中国政局的观察者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明天再会。